超跑跟顶级豪华房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我觉得不是那么的极致，声音也不一样，没有声音，没有那么的爽。不贵，138万。跟我爸联系一下。今天我借了一辆全新的保时捷 Panamera 的试驾车回来。这车之前其实我们外观内饰都已经拍过了，而且流量还相当好。今天呢，我决定让我的2个摄像小哥试试这个车啊，一个95年的，一个97年的小孩都没怎么开过保时捷。因为大家知道，我从保时捷356 No.1一直到最新款的保时捷全家桶我都开过了。我觉得，如果是我自己把它开出去，跟大家说说这个保时捷开起来什么样，似乎也没多大意思。咱们听听他们怎么说，是不是更贴近大家的认知啊？他们能说出点大家更想知道的东西来。来吧，同志们，上车。现在我们的小高同学先开，他是1997年的，平时开一个6代凯美瑞。这是你第一次开保时捷吗？对，这是我开的第一款保时捷，之前其他车型什么都没开过。什么感觉？太神奇了，这真的是好车。我觉得首先它把超跑跟顶级豪华房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，然后油门的响应也特别的敏捷，还有点沉，就是跟我的凯美瑞差异化很大，那车就很松。然后这个呢就感觉很紧致，就是1秒人和合一的感觉。然后方向的指向也非常精准，整体来说驾驶的这个感受，唯一比较相似的这2款车呢，就是方向都挺沉，这是顶级的沉，这是驾驶者的沉，那个是就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。就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车，这才是爱车人这辈子必须要开过的车，各方面的体验我觉得都达到了一个极致的水准，非常优秀。保时捷还是保时捷。年轻人第一次开好车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，这得多爽才能吹成这样。就是你开过这种油门和方向都这种手感的车吗？还真没有，这是我开过的最贵的车之一，也是驾驶感受最优秀的车，就是最好的基本上。就我特别想知道，你们对这种沉的油门，就是现在电动车时代嘛，都是呲一踩就跑了，这种沉的油门，然后踩等了转速上来，动力才出这种感觉，是什么体验？我喜欢这种体验，我觉得它很有底气，它比现在的新势力那种电车随叫随到，踩多少有多少那种感觉，还是要更浑厚，带给人的这种更纯粹的驾驶感受才是这时代最难得的、最难能可贵的。你可以切到运动模式。好嘞，切到运动模式踩一脚。现在是 Normal， 切到了 Sport Plus， 我这车有点多。排气声音明显不一样了吧？对，转速下降都会有一个回火的呜。对，现在转速也明显上来，就更激进了，声音也不一样。关键是第一次开保时捷，就是开到了这样一台全新的 Panamera， 就感觉这个经历真的是此生难忘。行，今儿晚上做梦有素材了。不贵，138万。跟我爸联系一下。而且我感觉整体保时捷的这个内饰质感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，就是设计带来的这种美学真的是太重要了。就是尤其对于我也是一个设计出身嘛，学的虽然是环境艺术、环境设计，但是对于这些视觉平面也是有一些考究的吧。A little bit 考究，对。但是这个红呢，用的这是波尔多红吧，白老师？对。这个红真的就完全不是那种看起来特别扎眼、特别土那种红，很优雅也很尊贵。就是你坐进来感觉跟这个黑色拼接的这种质感，就是能给你一种小资又尊贵，然后还又优雅的这种感觉。好多这种红黑配仿保时捷都有点东施效颦。对，你根本没学来人家的灵魂和精髓，就这才是王家玩设计的这个顶级，然后还能把驾驶又做到这么极致。你看到的这具内饰6万8。哦，不是它值6万8，是要加6万8。对，啊，66100。如果对于内饰质感有极致要求的人来说，这6万6那才该花。还有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后排的那个音响的那个盖板，它都会根据内饰的选装颜色来有一些区别。因为我觉得保时捷吧，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德国车。什么叫德国车？就是我把事儿都给你做好。然后贵，不太计成本，最后垒到车架上。其他的那几个德国车呢，逐渐随着市场的这个卷啊，就变得没有那么讲究了。没车了，踩一脚，让大家听听。对，现在是 Sport Plus 模式，明显感觉这个驾驶手感更激进。包老师，这车0-100加速是多少来着？这车就是个帕美，这车不是 S， 对，不是，也不是 Turbo 什么的，对，就是帕美。咱们这车是353马力，500牛米，0到100 5.3，那整个动力参数跟我X5基本上一样，也比同期的这些同级别的78S 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，它能带来跑车的那种驾驶感受。现在是张鹏来开，1995年的小哥，平时有俩车，仨车是吧？
一个是小鹏 P5，一个手动挡高尔夫7，还有一个手动挡的86。这跑车用户啊，看他什么感觉？这帕美开。我是喜欢那种比较极致的人，就是我如果说我想玩的话，我会直接去买186，会买跑车。然后如果我要是想家用、想舒适的话，我会直接选择电车。就是我这种选车的方式来说，帕美我觉得不是那么的极致。动力是有，没有声音，没有那么的爽。这辆车没有选运动排气，实际上你们开的这辆应该是马力和声音都最小的帕美。就你们有没有觉得保时捷的油门跟宝马还不太一样？对，宝马的油门是那种轻快，对，很脆。保时捷的这个不太一样，其实它的油门有点类似于奔驰。对，奔驰跟保时捷像，就尤其小排量奔驰，像我过去那些各种180、200那种奔驰，那油门就剩沉了，就你踩多少都一样。但是保时捷踩多少可不一样。就是沉的下面它是精准的一个动力输出，但是我的感觉是它给你的沉重的油门也好啊，有韧性的方向，包括这个排气的互动，可能藏得比较深，但是依然是其他豪华轿车带来不了那种运动氛围。这车如果有机会上山或者上赛道，你会发现它非常强大。咱们在这儿溜达着开，就大概就这么个感觉。它的这个皮子的香味儿，还有触感，包括质感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这车里带有纳帕皮独有的，我觉得是保时捷调香之后的一种来自皮革的香味儿，一进车就是好车的那种德国好车的那种感觉特强。就它的高级感其实是立体的，触感、视觉、听觉，包括味道，它是一个立体的高级感。好多这个新势力也在用这个纳帕的真皮，味道都差不多。然后，但是保时捷用的也是纳帕真皮，它的香味儿跟新势力的这个纳帕真皮的味道完全不一样。我告诉你一个区别啊，我看到很多车写的纳帕真皮，它只有你屁股底下打孔的部分是纳帕真皮，后面全是 TU 的，全是人造革的，然后做的质感差不多。保时捷是从前面到后面，座椅背板一直到脚底下都是纳帕，所以这61000多没白收你，这人全给你包上了。对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对，这个可能一般人觉得这有什么区别吗？后边一背板，我用 PU 包和用这纳帕，不懂的人也能觉出来高级来，他不知道哪儿高级，他这么一种感觉。让我选择一辆保时捷吧，就是能同时兼顾家用和玩的话，我可能会选帕美。它各方面都能兼顾，它会有保时捷的一切，我觉得。这就是我觉得保时捷这品牌让我喜欢的一点，就是它会把之前70多年的一切都带着，然后再去追求新的东西。包括它电动车上，我是那新把看，所有这些东西全带着，你就觉得哦，原来所有的美好都还在，我还能开一个电动车。它不是把之前东西每一代都扔掉，它是全带着往前走。这是这品牌特别厉害的一个点。